向導距離曼谷有300多公里，雖然是泰國面積第2大的大島，但是島上有70%的面積都是被原始的雨林所覆蓋，可以用來做居住的就只剩下遠海的一圈了。但是也不愧是排名僅僅在普吉島和蘇梅島之後的島嶼，旅遊的配套非常成熟，各類豪華的酒店比比皆是。但是這一集主要不是介紹它的，還是回到潛水的主題上吧。潛水已經是非常成熟了的一項休閒活動。去到海邊或者海島，看到這些寫着英文 PADI 的標誌，這些店又或者路邊賣旅行項目的小攤，就可以大方的向他們諮詢價格啊、日期啊、次數啊這些信息，然後向他們報名。你的第一次潛水叫做體驗潛水。通常呢，潛水店也會要求你提供你的身高、體重、鞋碼這些信息，以便為你準備相對應的潛水裝備。不同的地方在這個環節上面做法是不太相同的。像我們這一次就是在出發的當天才到潛水店去試穿的，所以我們在酒店旁邊的小店預訂的時候是並沒有問我們要這些數據的。我朋友他是廣東人，所以他是會游泳的。但是第一次嘛，難免還是會有些緊張，所以前一天晚上他都不敢去喝酒了，主動在酒店房間觀看了一些關於潛水的視頻。這一集的主題是人到中年，潛水正當時，但是聲明一下，他還不是中年啦，我只是想將他的第一次記錄下來，給那些準備要參加的人做一個參考。簽署健康聲明書，聲明一下你是沒有心臟病啊之類的大疾病吧。因為官方的說法是，如果你有高血壓、心臟病、心肌梗死、糖尿病等等這些疾病的話，他們是不會接待你去參加體驗潛水的。在這裡，教練是會為你講解一下潛水的要領的。其實呢，教練是恨不得將他畢生所學的都教給你，但是要學的越多，你就越是緊張。所以我就告訴朋友說，你只需要記住4大要點就可以了。第一個是全程要咬住咬嘴，因為它是你在水底下唯一的空氣來源。無論發生任何的狀況，人是不能夠失去空氣的。所以無論你是慌張或者害怕，都絕對不可以扔掉咬嘴。第二個是僅僅用嘴巴來呼吸，鼻子是不能呼氣或者吸氣的。這一個是可以練習的。對於游泳的人來說不難，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呢，就可以在岸上捏住鼻子，只用嘴巴呼和吸，體驗一下這種感覺。第三個是平衡耳壓，它是和坐飛機上升的時候感受到的一樣的，你的耳朵像是被堵住了一樣。但是水底下的壓力會更大，如果你不主動化開它，是會覺得耳朵痛的。所以你要通過像是擤鼻涕的那種動作來化解，要在開始下沉的時候就做，不能夠等到耳朵痛了才去做。第4個是要記住2個水下的手勢，一個是 OK， 一個是不 OK。因為水底是不能說話嘛，所以教練呢會時不时的問你行不行啊， O 不 OK 啊？那你就用手勢來回答他，我 OK 或者不 OK。當你比劃不 OK， 指一下上面，教練就知道你不想繼續了，就會帶着你離開海底，回到船上。記住了以上的4點，就可以放鬆身心，隨着教練帶你飛就行了。枯燥的學習結束之後，就開始要坐船出海了。這一次的船是有2層的，還有廁所。但是仙本那啊、甲米啊那邊就通常是這種小快艇，是沒有廁所這些的。雨季的天氣是隨時在變的，我們出來沒有多久就開始下雨了，也就大概半個小時這樣子吧，就抵達了我們的第一個潛水點了。這一個抵達的時長在每一個地方也是不一樣的，像在濤島就只需要15分鐘，仙本那呢就得1個多小時了。它是取決於出發碼頭到潛水點的距離的。這一個你可以提前在報名之前就向潛水店打聽清楚。終於可以潛水了，這個過程一共有6個環節，分別是穿裝備、下水、下沉、平行、上升和出水。
先是穿上這種連體式的潛水服，然後拿起配重的腰帶，你要彎着腰將它繫上去，以防它掉下來砸着你的腳。然後呢，你要坐到椅子上面，鑽進潛水的背心裡，因為它是和气瓶綁在一起的，非常的重，你是不能夠像穿衣服那樣将它拿起來穿的，你得坐下去遷就它。這個時候教練也是會在一邊幫助你扣上所有的扣子的，然後戴上潛水鏡，最後就是穿上腳蹼了。它很長，所以穿上它之後，你最好是像螃蟹一樣橫着來移動，以免摔跤。从船上下水是有2种方式的，一種是这樣跨步式的向水裡跳，另外一種是坐在船邊背向大海，向後翻滾進海裡。這2種方式都是需要用一只手摁住潛水鏡和咬嘴，以防止你下水的過程當中被沖掉；另一只手呢就摁住你的後腦勺，以免頭部受傷。用什麼方式下水，其實是由你所乘坐的船型來決定的。如果是小船，就通常是向後翻滾了；大船有足夠的空間讓你站着的，才能夠使用這種向前的跨步式。但是你都不需要擔心了，教練是會先跳下去在海裡面接你的。同時你的背心也是充滿了氣的，你是不需要擔心你跳到海裡就會一下子沉了下去的。入了水之後，教練是會讓你做2個小練習的，一個是潛水鏡進水了怎麼處理啊，第2個是咬嘴掉了怎麼樣找回啊。這樣教練會先示範1次，然後你就跟着他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心急的到海底去了吧，我就不扫興了，後面再和大家講具體怎麼操作吧。開始下沉的時候，教練是會幫你將背心裡面的空氣放掉，然後觀察你是否能夠沉得下來。如果負重腰帶重量不對，你是很難沉得下去的。在下沉和上升的時候，速度都不會很快的，因為水裡面的壓力是和陸地不同，為免人體的不適，都是會慢慢的進行的。有些潛水點呢，就會有這一根表示定位的繩子，可以順着它找到指定的地點。有些是沒有的，就要靠教練來找了。就這樣用站立的姿勢慢慢的向下沉。這個時候你會覺得耳朵有壓力，那就要隨時做擤鼻涕的動作來化解了。你覺得需要做的時候就做，多少都沒有問題。下到一定深度的時候，一般也就是5米到8米這樣吧。沒有證書的潛水深度是不能夠超過12米的。如果拿到了第1階的證書呢，就可以最深到18米了。拿到第2階的呢，就可以最深到40米。如果你要潛得更深，那就需要拿到技術人員的證照了，那個就不屬於休閒潛水的範圍了。到了一定的深度，教練就會停下來，幫你調整身體，像是趴着一樣，帶你慢慢的觀看海底的景色。這個時候，因為深度已經沒有太大的變化了，除非你還覺得耳朵有壓力，否則就不需要再去做解壓的動作了。幾分鐘之後，你就應該能夠習慣和放鬆下來，開始真正的來品味海底世界的奇妙了。你看，我這位第1次潛水的朋友就已經開始張牙舞爪的想要觸摸這個海底世界了。雖然他有近視，看得不是很清楚，並且因為下雨的關係，海水也不是那麼的清澈，但似乎也並不妨礙他享受這第1次進入的海世界。第1次是會爽一點的，你的第1次體驗潛水會有教練全程的這樣拖着你，所以真正在勞動的是教練，你只是單純在享受服務而已。你是不需要關心什麼浮力啊、剩餘的空氣量啊、方向啊這些的。等你考了證，就是屬於自助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並且還得負起關照隊友的責任。所以啊，好好珍惜你的第1次吧。你的潛水鏡，工作人員一般都會先幫你塗上洗潔精或者牙膏，防止霧片起霧。在你剛下水的時候，最好用海水沖洗一下，否則這個時候就應該會辣到你的眼睛了。如果
果真的有這種情況，你也可以閉上眼睛，把這個潛水鏡脫下來，把它沖洗了之後，然後再戴上去。但是鏡裡面是有水的呀，怎麼把它弄出来呢？那你就要用手摁住潛水鏡的上方，然後抬高頭，通過鼻子吹氣，將裡面的水從潛水鏡的下方沖出來。這個是整個脫掉潛水鏡來操作的，你也可以不脫掉，而是故意的從上方放一點點水進到眼鏡裡面，然後晃動一下，沖刷一下，也用抬頭按上方，再用鼻子吹氣的方式把水排出来。這個其實就是參加體驗潛水的必要練習來的，以防你潛水鏡進水之後不知所措。在海底，你可以用眼睛來觀察这個海世界，有多少形狀、顏色各異的魚啊、珊瑚啊、微生物啊、化石啊等等。你也可以用你的身體來感受這種失重的樂趣。這個時候，你就像魚一樣的自由，暢快地在海世界裡面穿行。看看上面是光線穿過海水的夢幻，看看下面，也許是藍到深不可測的世界。前後左右又是不同的海底地貌，這個時候你正在被360度的美景包圍着呢。在水底大概半個小時這樣吧，取決於潛友們的空氣的消耗量。如果精神緊張，一直在大喘氣的話，是會消耗的比較快一些的。但是你也不需要擔心了，教練的空氣是消耗的很慢的。如果你的氣瓶沒有氣了，就會有備用的空氣給你。當氣瓶的氣耗得差不多了，教練就會帶你上升，上到大概5米深的地方，是會和你在那裡待着等3分鐘，做一個安全的停留。你可以把它理解為讓身體在這一個地方做一個調整吧。這一個5米的深度呢，相當於一個坎，上面是一個世界，下面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所以你的身體是需要這3分鐘去做一個調整和轉換的。從科學的層面來講呢，就是降低你患上減壓病的機會。減壓病呢，就是當人體從壓力大的海底上升到地面的時候，氮氣所形成的氣泡，它還留在體內而造成的。就像是打開可樂瓶的時候，你看到的那些氣泡，你給它3分鐘的時間，它就會變成水了，所以呢，也就不會對人體有任何的影響了。也正是因為壓差的問題吧，在水底下面是不能夠憋氣的，所以在你練習找回咬嘴的時候，你是要一邊將手伸開，從身體的後方往前撈，看看那根管子在哪裡。在做這一個的同時，你必須嘴巴裡面一點點的往外吐氣，像是吐泡泡那樣子。到了水面之後，可能剛好是在船的梯子附近，那就好辦了，直接上船就可以了。如果不在附近呢，教練可能就得拖着你游回到船邊，又或者像我這樣在大海裡面等船開過來。說一下吧，第一次是什麼感想？挺刺激的。害怕嗎？不怕，我從小在海邊長大。那你剛下水的时候不害怕嗎？不害怕。那下去最不習慣的是什麼？不習慣的是放氣吧，不是放氣，就是那個解耳壓。不知道怎麼按是嗎？不是，就感覺好像還是有點堵，但是解不開。後面就想着堵就堵吧，堵一點點就沒事，反正解不開是吧？对，它不像說你能夠完全的很自如。就我雖然我解了一些耳壓，但是它不是完全都給我解開了。那第一次這樣很不錯的了。我朋友的第一次潛水算是成功了，但是這個時候海浪越來越大，我都開始暈船了。吃了暈船藥之後，才稍稍的緩和一些。我今天一共要潛3次，其中的2次是幫我朋友拍攝。現在我要去的這個地方沒有證照是不能去的，所以他就只能留在船上面等了。我就這樣帶着不舒服的感覺跟着教練走了，因為聽說是泰國最大的海底沉船，這麼辛苦都來了，怎麼能錯過呢？海裡面不同的深度是有不同的景觀的。這艘沉船在大概20多米深的海底，順着定位繩一直下沉。今天陸地的光線本來就不夠，
到了海底就更加的黑暗了。但是当你看到這壯觀的一幕，你是會忘記一切的，你身體的不適感消失了，水裡漂浮的泥塵你也可以視而不見。這裡的魚是不能夠用群來形容的，而是有個專稱叫魚雲。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的相機無法拍攝了，因為內存已滿。如果是在陸地上，我可以切換機身的內存或者外置的內存，但是在大海裡是不能夠打開防水殼來操作的。這是非得逼我回來第二次嗎？這艘船裡面藏的是什麼呢？就由大家自己來探索吧。但是你也不用害怕了，這艘船它不是真的從這裡自然的沉下去的，而是人為故意的沉放在這裡，以增加潛水的樂趣了。像這艘美國的軍艦，就是泰國買來之後，把它沉到了這裡，將它變成一個海底的景點這樣。所以你也不用想着能夠從裡面找到什麼絕世的珠寶之類的了。這一艘是貨船，在濤島就有一艘戰艦，上面還有那種大炮台之類的，視覺上會更加的震撼。其實浪大的時候，待在海底是要比待在船上要舒服的，可以說是海底一片祥和，但是海面卻波濤洶湧。吃完午餐之後沒有多久，除了船員之外，其他的隊友基本上都吐了，因為實在是太大浪了，站都站不穩。我就只能坐在地上，緊緊地抓住椅子了，否則隨時都感覺要被晃進海裡面去了一樣。到最後一潛了，剛剛吐完的我們都有點想放棄了，但是自己選的路，哭着也要走完嘛。我們也知道下到海裡其實是要比在船上舒服的，那就跳吧，海裡見。其實我潛了那麼多次水，遇上大浪的時候一樣是會暈船的，解決的辦法就只有提前吃暈船藥了，最好是在你感覺到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就開始吃。当然，如果你不想要暈船的话，就尽量不要像我這樣選擇在雨季來潛水。如果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來，浪的就應該是我們，而不是海浪。体驗潛水的費用在每個地方都是不一樣的，大概都是在8、9百這樣吧。如果你有了證書，就可以便宜一些。有些地方一天潛3趟的價格也是8、9百塊。而學習潛水的課程呢，是有2個級別的，每一個級別都大概是在3000塊錢左右。在很多地方都會有這一個課程可以學習，大概是需要學2、3天的時間。會先讓你在游泳池裡面練習，最後再去到大海裡面實操。說到價格，也算是回應了我的標題吧。人到中年，潛水正當時。因為什麼呢？請自行填空吧。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有一個前提是，你必須不能夠害怕水才行。因為如果過度的緊張，你是沒有辦法享受到這份放鬆感的。我就遇過很多參加體驗潛水的人，只有見過一個女孩是因為太緊張最後放棄的，而她的同伴也是不會游泳的，但是她也成功的完成了這個潛水的過程。我也見過一個印度的男人，剛下水的時候瘋狂的划水，嘗試了好幾次才成功的潛下去。
其實下水之後，先在水裡面待一下，用水將臉和眼睛都打濕，最好是将整個頭都能夠埋進水裡面泡一泡，適應一下那種在水裡的感覺。這個是有助於消除緊張感。關於這一集的內容，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的話，歡迎大家將你具體的問題留言給我。希望我的經驗也能夠帶給大家一點幫助。如果有的話，也請給我按個讚哦，謝謝。我們的物理世界有海、陸、空3個，你不打算錯過海世界吧？看到嗎？我現在我自己在海邊上面，我帶你們下去看一下，他們就在下面啊。等一下。因为我没有气了，所以我不能再去了。他们在下面，我在这里等他们上来。